第一次听到白骨观这3个字，是我在念大3的时候。有一段时间处于心情低落，由于连续几天的面无表情，神色萎靡，便引起阿三悟关心的询问。我无意识地回了一句：“没什么特别的事啦。”就匆匆地走进房间。之后，阿三悟得知原来自己的儿子正处于少年维特的烦恼阶段，所以就利用一起坐车去买菜的机会，在车上跟我开始恋爱白骨观。事后回想起这一段往事，为什么要选在车上跟我谈这件事呢？猜想应该是人在车上，所以无处可躲吧。阿三悟是这么跟我说的：我们人都是有皮相的，你现在很喜欢一个人，但是不要执着，每个人到了最后终究会化为白骨一堆，也都没有差别。所以你如果一直执着现在得不到的事物，那就会有无尽的痛苦。接着又说道：千万记得，你这时候如果冲动去做了什么傻事，那就证明了那个女生的决定是对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去做傻事，你只能在以后回头来看，你们没有缘分在一起的这件事。所以现在的你，只能先证明你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。说真的，当下的我淹没在难过的情绪之中，哪里还听得下这种没有实质帮助的安慰话？不过在那段悲伤的时间，每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会浮现父亲跟我说的这一段话。随着年岁渐长，也慢慢明白当时父亲的苦心，既不能跟儿子说你不要谈恋爱，也不能跟儿子说对方要跟你分手是对方的错。因为爱情的世界难论对与错，而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和角度作为出发点。感情的付出也不是说你多努力就一定可以得到同等的回馈。想要弥平这样的痛楚，只能靠着时间这位最好的大夫来治愈。由于在纽约生活及跑计程车的经验，让阿三悟开始观察橱窗玻璃与所映射的大都会景象，像是橱窗内的人形模特儿、路边的商家招牌、街道上往来的巴士和穿梭的行人。这个时期的阿三悟也受到纽约超现实主义以及摄影画派的影响，创作了一系列以第5大道洛克菲勒中心摩天大楼对面的 Saks Fifth Avenue 橱窗反光的照相写实画作。而这一系列的部分画作，第一次在65街以一家展售纽约画派的法尔画廊卖出。当时阿三悟拿到$3000，开心不已。那时教授的年收入大约$7000到$9000。第一件事便是帮太太买了一件貂皮大衣。看来当时的阿三悟也明白安太岁的道理。虽然人在纽约的阿三悟跟随当时的艺术潮流，画了不同系列照相写实风格的作品，不过从大学时代后期所创作的半抽象画风，阿三悟却也没有轻易割舍。这时候的他仍试图在抽象与写实、西方与东方、流行与传统之中，尝试找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在纽约的这段日子，颠覆以往阿三悟对于艺术的认知。以前会认为莫扎特、贝多芬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音乐家，可是到了美国，会发现像猫王普利斯莱的流行艺术类型，也会被认为是一个音乐家。从绘画上来说，之前会认为需要学院派的训练、扎实的技巧才能成为艺术家，可是到了纽约，这里反而变成是一个艺术的实验场，很多东西就仅仅是流行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种流行的文化变化的速度，相较于欧洲的传统观念是很不一样的。流行的潮流没有完全把阿三悟同质化，却是把阿三悟从美国推送到太平洋的另一边。当时在纽约的画廊，6位经济画家中，阿三悟所受的待遇比其他的5个人还要差，只因为他是亚洲人。再者就是创作内容受到画廊的牵制，因为当时的流行潮流比较喜欢照相写实的作品，可是阿三悟仍然想要保持自己半抽象的画风和大自然主题的创作。当时的日本从2战后的经济高速成长来到高原期停滞，日本的经济力也带动很多名家跑去日本展览，包括夏卡尔、比费、达比埃斯等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打进纽约的一线画廊，可是却不能保有创作的独立性，内心的孤独难以言喻。阿三悟这么思索着，台湾就在日本的隔壁，如果回去台湾打拼，在家乡的支持下，可以前往日本发展。面对创作，唯有离开纽约才得以自由。窗外天空
初露曙光，阿三悟做了决定，1周后就带着太太跟女儿回到台湾。